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晚上恐怖怪谈。今天晚上就要谁上哪一个恐怖经历发生在世界上哪一个角落呢？我必须说，今天这个恐怖怪谈的经历是发生在一个我几乎没有听过的国家，叫做摩里西斯。然后呢，我看到这则怪谈之后，我还去查了一下摩里西斯在哪里。我以为它是一个太平洋的小岛国，结果它是在马达加斯加岛的旁边。对，那这个地方我真的非常的不熟悉，它要算是哪一个洲呢？虽然是非洲呢，还是算印度那边呢？真的不知道。但是我被这则他的经历给勾起了我的兴趣，所以说我今天想要介绍给大家。那在介绍恐怖怪谈之前呢，其实我必须说，昨天的那个日本的影片大家都看了嘛？其实我必须说了，因为我现在用的那个麦克风它的距离其实没有那么远，所以我那时候有听到好像是人的声音的时候啊，那个因为距离太远了，所以我的麦克风收不到的。其实这样的经验有发生过很多次，那这个没有办法，这就是现场麦克风的一个极限。其实那个时候我换了另外一台麦克风，另外一台摄影机，我听他的声音，我也是听不到那个人讲话的声音。其实这点是还蛮可惜的，真的没有碰过像说在我耳边喊那个针痛那种感觉，真的只有一次在台湾，那次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对，那次好可惜。好 ，OK， 那不管，那今天这个人他所碰到的经历是怎么样的经历，其实是发生在家人身上。但是我想要说的就是，你有没有想过说，家人的灵体有可能去会害，像说他的孙子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因为今天这则经历就是发生了这样的状况，他的祖母过世之后，似乎还缠着他的孙子不放，差一点还害他的孙子就这样过世了。至于是什么样的经历呢？接下来就来介绍给大家。我接下来要说的这个故事是发生在11年前，那时我和我妹妹都还是小孩子。在开始之前，我需要先简单说明一下我的家庭背景。当我外公离开我外婆之后，他就搬回娘家生活，因此我的父亲以及我们这一代都是在我母系曾祖父母的土地上出生并长大的。我的曾祖母在2003年过世，按照摩里西斯的传统，他们会把遗体带回家中举办丧礼。如果你们不知道的话，一般是由女性负责帮遗体清洗，然后替他们穿上衣服，而这些衣服多半是生前就准备好的婚礼服装。那一天，我和妹妹都在旁边看着他们帮遗体清洗。当时我们年纪很小，对丧礼充满好奇，很奇怪对吧？我知道。我记得我妈妈当时很严厉的告诉我们不要看，说这是不好的预兆，我们就停止观看了。但我妹妹因为比较小，她当时才6岁，也比较固执，还是一直盯着看。有一点很重要，我必须说明，当时我妹妹的身体状况不好，她有气喘，而且常常发作，所以有些人会说，当一个人身体虚弱或怀孕时，比较容易受到灵异的事物影响。丧礼当天一切都很顺利，但过了1个星期后，我妹妹的身体开始恶化，她不断的发生严重的气喘发作，看起来就像随时会死去一样。我们全家都非常的害怕。再过1个星期，她开始每天晚上都会惊醒，哭着说有人在掐她的脖子，她甚至会用手比出勒脖子的动作。她醒来的时间固定都是凌晨1点，而且每天都一样。那段时间，我外婆、我妈妈和我妹妹都是睡在同一张床上，因为我妈妈很害怕单独照顾她，怕她随时会发病，需要有人帮忙。有一天晚上，我外婆起床去上厕所，就在她下床之后，我妈妈突然感觉有人上了床，她立刻把我妹妹拉近，紧紧抱住，闭上眼睛。但就在这时，她感觉到有东西在用力把我妹妹从她怀里拉走，她死命抓住，但那股力量非常的强大。我妈妈想要尖叫，却发不出任何的声音，直到我外婆回到房间，那股邪恶的存在才离开我妹妹，消失不见。顺带一提，我的曾祖母在世的时候其实是很怕我外婆的，尽管她
她是他的女儿。这场我们家与那个邪恶存在的对抗整整持续了4个月。我的父母带着我的妹妹跑遍了所有的寺庙、教堂，甚至各种已知与未知的宗教场所。他们已经绝望到顶点了，甚至还带我妹妹去找巫医。我对巫医没有偏见，我相信虽然在我们国家名声不太好，但也是有真正厉害的。那时我弟弟还只是个婴儿，几乎完全被忽略。我当时只有10岁，却必须照顾他。最后有人告诉我，有一位有能力的老太太，我忘了她住在哪里，但我还记得她的样子。她人很好，在听完我们的经历之后，非常的同情我们。我们带妹妹去她那里好几次，之后才慢慢开始看到妹妹的状况改善。我想说明一点，她并不是巫医，而是一个被上天赐予能力的人。我知道有些人可能不认同，但我尊重不同的意见。他没有使用任何的黑魔法，只是使用圣水之类的东西。慢慢的，那个邪恶的存在开始远离我的妹妹。最后，在1个月后，她完全恢复正常了。在最后一天，那位老太太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再晚一点带妹妹来的话，她可能就活不久了。那个灵体的目的就是要杀死我的妹妹。她还说，那个灵体确实就是我的曾祖母。他本来不该在那个时候死亡，虽然他已经非常年老了，但他还是因为受到惊吓而死。我们知道他为什么会受到那个惊吓，但这跟故事无关。他无法接受自己的死亡，需要抓住某个依附，而当时我妹妹正好身体虚弱，所以成为最适合的对象。他之所以这样折磨我妹妹，是因为他想复仇。虽然我们一家人其实与他的痛苦无关，但他无法伤害真正让他痛苦的人，所以只能转而伤害我的妹妹。现在我妹妹完全没事了，她是一个17岁的普通少女，上学和朋友玩乐，过着正常的生活。当我问她还记不记得当时发生的事，她说完全不记得了。我其实很高兴，因为我希望她能过正常的人生，而不是一辈子活在恐惧之中。谢谢你耐心听完这个故事，虽然有点长，但每一段都很重要，才能让你完整理解这是我们遭遇过的恶意灵体。好，介绍完这则经历，我必须说短小精干。为什么？它的长度其实没有那么长，但它叙述的真的非常的精彩。怎么说呢？因为说坦白，虽然是在模拟歧视，可是他们的一些那个习俗跟我们很像嘛。小朋友怀孕的人就特别容易受到那种灵异超自然现象的干扰。然后他妹妹又有气喘，年纪又小，然后那时候盯着他的曾祖母看，让曾祖母去攀上他，然后想要去透过他去复仇，怎么样的？我觉得这真的很扯。因为说坦白了，以我们华人的一个想法来说的话，过世的祖父、祖母、曾祖父、曾祖母、亲戚之类的，很有可能会有很大的几率变成你的守护灵。那我们通常都有听过这样的一个说法嘛，对不对？可是这别的国家，你的那个本来是变守护灵的一个状况，最后是想要害你的人，我觉得这真的是还蛮不一样的，也蛮刺激的，蛮有趣的。但是发生在那身上是不有趣，可是我必须说，这经历真的很特别。所以呢，要我评分的话，我大概会给他差不多4颗星。因为说真的，他妹妹就碰到这样的事情，那个他曾祖母仿佛要他妹妹的命，这个样子，那我必须说，好，庆幸了，他解决了。那说坦白了，人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说坦白，真的走到那一天的话，请你也欣然接受。说真的，寿终正寝或者是在家里怎么样，其实已经跟那发生意外比起来，不是好很多嘛，对不对？不要再去伤害你的家人，因为你的家人是永远爱你的。当然，有些状况除外哈。好 ，OK， 那我的那个恐怖怪谈就介绍到这个地方为止，非常感谢大家收看那也希望这个世界上会越来越和平哈。好，那今天就介绍到这个地方为止了，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咿呀擦擦。